今天这期我想把接下来的9月份每一个先锋在 Pi Network 如何赚钱的布局会直接影响你手里 Pi 走向的价值，特别是已经解锁的先锋。第一，未来30天锁仓到期的解锁总量高达168229061枚。第二，9月3日 Stellar Core V23.0.1 上线，主网上线部署 Pi Network 有望同步升级到 V23.01， 这意味着智能合约能力有机会真正落地。每一个先锋如何布局在智能合约里赚钱？第三，一些机构已经在 OnRamper 这类第三方平台悄悄接入了 Pi 兑换，只有激活主网钱包的先锋能看到，中文区很多人暂时还看不到入口。你可能会问，解锁这么猛，价格会不会被砸穿？合约一开，生态是不是立刻起飞？法币通道半公开半内测，这到底是象征性的姿态，还是实打实的筹备？别急，我把数据、时间点、参与者动机、技术路径、风控动作一条线给你串起来。看完这一期，你至少能做到3件事：不被情绪带节奏，为9月的波动提前排兵布阵，在合约和应用这2条赛道上抢到先手。解锁是实锤的供给压力，未来30天总解锁规模巨大，叠加生态应用仍在爬坡，短线对价格形成上压，但结构化看，抛压集中在早期海外映射账户，节奏会呈错峰释放加事件驱动。V23.01 是抓手，不是魔法。若智能合约在 Pi 网络顺利运行，开发者可把支付、积分、质押、许可访问、托管清算等逻辑上链，但真正的爆发取决于可用性加合规性加商业闭环3件套，不是版本号一声就能秒变繁荣。法币入口与 KYB 是关键拼图， OnRamper 等通道若持续扩展，叠加企业 KYB 逐步放行，商家侧的真实需求会被点燃，当用得上的增多，愿意持有的才会稳固，价格才有长期底座。解锁潮的数据、行为与场景化推演，硬数据先摆上来。未来30天总解锁168229061.71枚，日均解锁560万07635.39枚，单日峰值9月2日约13698040.88枚。海外社区的早期先锋为主，多数在前几年就完成迁移映射，如今锁定期陆续到期。生态状态，应用层仍在培育期，高频、强刚需的消费场景偏少，资金面更容易被交易所价格牵引。这组数据的直观含义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供给在短期内上升，而需求端尚未形成持续吸纳的闭环。传统市场里，这种结构通常带来2件事：波动放大与蓄势争夺。换句话说，接下来几周，信息面与盘口的联动会更灵敏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解读。谁会卖？谁会拿？谁会等？急流派变现优先，早期账户解锁后倾向于兑现，理由包括资金周转、对生态进度持观望态度，或纯粹遵循到期卖一部分的纪律。这部分筹码对价格有短压。配置派在平衡，把解锁筹码在长期仓、流动仓、生态仓之间重新分配，可能会保留主仓，同时拨出一小部分去体验应用或参与积分质押，这部分对市场的净影响中性偏稳。建设派生态优先，把可动用派用于 DApp 内付费、上链测试、社区活动或商家试点。虽然短线不显山露水，但对需求面的建设意义最大。3种场景化演练，给持币者的兵棋推演。场景 A， 解锁撞上力好空窗，生态没有新挂点，交易所深度一般，舆论情绪偏谨慎。价格表现，易下难上，下探后进入震荡。行动建议，分批成交，设置止盈止损区间，保留流动性以应对异常波动。场景 B， 解锁叠加技术进展 V23.01 如期，智能合约落地的官方动向明确，开发者活动增加。价格表现，冲高回落或拉锯，蓄势与供给短期对打。行动建议，
按时间分散加价格分散执行计划，不追高，留仓参与生态测试用。场景 C， 解锁遇上应用小爆点。有几款轻应用出现真实留存数据，商家收款试点公开案例，价格表现韧性增强，下方承接更扎实。行动建议：把仓位用途拆成交易、支付、体验3篮子，各自独立评估和复盘。交易所与场外2个池子的水位差，短期抛压更多会奔向交易所，原因很直观，流动性集中，变现路径清晰。但注意另一头，场外与生态内部。如果 DApp 小游戏积分体系能消化一部分解锁筹码，哪怕是小比例，也会在心理层面削弱恐慌性一致预期。价格不仅取决于抛的人多不多，还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把筹码用起来。9月风控清单，仓位结构化，把长期筹码和短线筹码彻底分开，避免零盘改计划。预设应对剧本，给每一种可能的波动路径写好动作清单，到了点就执行，不临时起意。流动性准备，流出稳定币或法币缓冲，防止被动卖出。信息源过滤，只跟踪官方渠道，链上数据与可核验的生态更新，少被情绪带节奏。复盘机制，每周固定做一次执行 VS 计划的对照，发现偏离就收敛。V23.01 与智能合约，抓住可用性三角。时间点与意义：9月3日，主网部署 Stellar Core V23.0.1， Pi 测预计同步至 V23.01， 核心团队可能在9月公布开源细节预告。如果 V23.01 在 Pi 网络稳定运行，智能合约就不再停留在想象层面，开发者可以把关键业务逻辑上链。一句话概括，版本号不是终点，是通往可用性的桥。合约能跑只是第一步，跑得稳，好开发，接得上商家和监管才是关键。什么样的合约最先有价值？把幻想收一收，先从低频高价和高频低价两端切。高频低价型，小额支付、会员订阅、积分清算、内容打赏、门票与凭证、活动签到抽奖。低频高价型，托管支付、escrow、分账与版税、履约保证金、企业采购的阶段性账单。这2类合约的共同点是对用户友好，对商家有用，对合规可解释。你能把为什么要上链一句话搞明白，应用就有生命力。开发者的60天行动路径，第1至2周，原型验证。选一个明确的价值点，比如付了就发货，没达标就退款的托管合约。设计最小可行合约，只有必要自断与安全检查，别一上来就做宇宙级系统。第3至4周，接入结算。搭一个合规可解释的收款流程，记录订单、身份校验、风险提示，做好异常处理与回退路径。合约失败时如何对账，如何通知，如何人工介入。第5至6周，上线与复盘。小范围放量，跑数据、转化率、留存、投诉率、处理时长。复盘后再添加功能，不求快求稳。可用性三角：低门槛、安全、合规。低门槛，钱包一键登录，无感签名，清晰的费率展示与失败重试。安全，权限最小化，调用白名单，关键操作2次确认，风控阈值可配置。合规，可追溯流水，商家 KYB， 用户 KYC， 条款与隐私提示，地理与品类限制，为可能的延迟做预案。升级能否如期，开源细节是否当月放出，这些都取决于核心团队的节奏安排。成熟的做法不是情绪化压住时间点，而是提前准备多条路径。技术延迟，继续在测试网打磨，完善文档、示例与开发者工具。政策观察，对接有意愿的商家，先走内测白名单，规避灰色场景。社区协同，组织线上黑客松，翻译与教学，把等消息变成做准备。小游戏与轻应用，不是娱乐，是教育与引导，现状速览。贪吃蛇 DApp，
经典玩法，生态内养成，玩家可获得派积分。俄罗斯方块简化版益智体验同样提供派积分奖励。参与方式可免费游玩，也可充值 PyCoin 获取高级权限。质押机制可为生态应用质押派提升排名，但无额外奖励。很多人会问，既然没有质押收益，这样的玩法有什么价值？价值在教育和路径，教育用户，让新人在低门槛、低风险的情境中完成钱包授权、交易签名、权限确认这些关键动作。训练开发者用小体量应用验证计费、风控、日志、异常处理，逐步形成标准化组件。沉淀流量，小游戏适合做漏斗入口，把非币圈用户带进生态，把他们转化成会用钱包、愿意消费的真实用户。为什么质押无奖励是好设计？反女巫与反刷榜，没有无风险收益，就不容易被脚本军团盯上。真实偏好更清晰，愿意质押的多半真的喜欢该应用，榜单信号更可靠。合规韧性，淡化金融属性，强调使用属性，对外沟通更从容。轻应用的5步增长曲线，完成闭环，登录体验付费留存分享，任何一环掉线，前功尽弃。设计梯度，免费付费会员周边，层层递进而不是一刀切。积分可解释，积分的来源、用途、上限，清零规则写明白，别留想象空间。数据复盘，次日留存、7日留存，人均付费，投诉率要实时盯。内容计划，活动节奏，主题换皮，社区共创，定期上新。3个可复制的小范式：门票凭证、线下活动、社群课程发售门票 NFT、合约自动验票与分账。订阅层级，创作者内容按层级解锁，按月按季扣费，合约到期自动续订或关闭。托管售卖，二手数码虚拟服务的担保交易，达到条件自动放款，没达标自动退款。OnRamper 等通道的静悄悄信号，合规与可用的桥，现象与信号。一些机构在 OnRamper 等第三方平台接入了 Pi 兑换功能，没有大张旗鼓宣发，入口只对激活主网钱包的先锋可见。中文区很多用户暂时看不到，说明接入带有选择性与渐进性。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？法币入口正在试水，但更像是灰度上线，在风控与合规模型跑通前，避免引发外部误解或羊群效应。对个人用户的3点启发：先把基础建设补齐，主网钱包激活， KYC 状态核验，账户安全到位，助记词备份，双重验证，权限分级。谨慎测试，不做大额，即便看到了入口，也按小额多次留凭证的路径测试，注意存证。识别地理与品类限制，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合规模块差异，别强行绕路。对商家的2条建议：先做 KYB， 提前准备企业主体、经营范围、税务与合规材料。白名单试点，从熟客与低风险品类开始，形成可展示、可复制的案例。对生态意味着什么？当入口、合约、应用3者拼起来，真实需求会被点燃，有人愿意买，有人愿意卖，有人愿意用，网络效应才会自我强化。通俗讲，当你可以用Pi买到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并且过程顺滑，价格的故事才会从猜测转向体验。战略视角，从投机效用十字路口走向社区驱动的现实应用，范博士观点的再解读。长期以来，很多加密项目把涨跌当作主线，把上锁当作护身符。范博士强调的是把注意力从价格移向真正的经济效用，从短线情绪转向结构性创新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涨不涨，而在于有没有在现实世界解决问题，能不能让小店省钱，让打工人更快收款，让跨境交易更可追溯，让学校和医院的流程更透明。从链上创新走向线下落地，开发侧应用要能跑、能审、能复盘，最好一键复用。支付侧从能收能付起步到能清能算，
再到能管能控。身份侧 KOIC、KOIB 做到必要且最少，在合规与体验之间找到平衡。场景侧先从低风险、强复用的行业切入，比如内容付费、教育培训、SaaS 订阅、数字凭证与会员。数据侧上链可追溯，下链可解释，做到外界看得懂，监管看得见，用户用得爽。通过社区实现大规模采用的操作手册，把用户当合伙人，测试、吐槽、共创都给正反馈，把创作者当分销商，内容激励与分润机制做清楚，把商家当产品经理，听一线需求，用数据说话，做小而美的闭环。把开发者当布道者，文档、模板、SDK、Demo 全都开源出来，降低门槛。把志愿者当运营、翻译、客服、教程、FAQ， 建立社区知识库。短期0至6个月，把实用型应用与支付网络点亮，在小商家与创作者群体中拿到可复用样板。中期6至18个月，把服务扩展到教育、物流、医疗、SaaS 等可合规落地的板块。长期18个月加，在与传统体系共存的前提下，把结算与清分做成全球可互操作的基础设施。这不是口号，而是一张可执行的路线图，每一阶段都能验证，每一步都有里程碑。给不同角色的行动清单持笔者，风险与机会并存。分桶管理，长期仓、不动、策略仓、纪律化、体验仓、生态消费。节奏优先，9月按周设定动作窗口，不追不杀。记录一切，每次操作写下理由与期望，月底复盘，避免事后诸葛。开发者用合约说话，选一个钱包内的真实问题，比如退款争议、自动分账、会员到期。做一份合约可解释书，给用户、商家、审计、监管4类读者各写1页。把失败路径设计好，卡在任何环节都能优雅退出。商家创作者把体验做到可复制、一口价与可追溯，用合约锁定条款，降低纠纷成本。分销透明，分润比例、结算周期、异常处理清清楚楚。数据说服，把转化率、复购率、投诉率做成周报，敢拿出来晒。社区组织者把火种点开。主题月9月做解锁与风控教育，10月做合约与合规半年计划。线下小聚，把1成先做热，拍成案例，再复制到0成。公寓协作，维护一个应用黄页与风控指引，让新人有路可走。关于价格的最后几句话，克制又不躲闪。9月的解锁潮是真实存在的供给， V23.01 若顺利是实打实的能力升级， On-Ramper 等通道的悄然接入是把交易与支付的桥搭起来。短期价格会受情绪与节奏影响，中期价格取决于用户愿不愿意用，商家愿不愿意收，开发者愿不愿意做。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与资源投向可用、可审、可复制的应用，价格自然会跟上价值的脚步，而不是反过来被价格牵着走。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在看不见的大幕后先完成准备。9月的派正处在这样的节点，一边是持续几周的解锁压力，另一边是合约与法币入口的渐进式拼图。范博士提醒我们同时关注加密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差异，不是让你盯盘盯到失眠，而是希望你把注意力放在解决真实问题上。所以给自己定一个简单的目标，9月至少完成一件让派真正被使用的小事。也许是把你的课程门票换成链上凭证，也许是帮附近的小店接入派支付，也许是写出第一个能自动分账的合约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完成这一件小事，网络的价值就会从点亮一盏灯变成照亮一座城。今天把你的计划写下来，把你的动作做出去。9月不需要豪言壮语，它需要一张清晰的清单和一次踏实的执行。